那时候就花了蛮多荷包去买这个 Believer， 因为我想说，可以跟暴龙哥一样酷。那时候是看暴龙哥影片，想说，我要买那个该死的。那如果说你是训练用的枪的话，那就尽量把你的枪变成圣诞树，越重越好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把枪基本上，没有什么花拳绣腿的地方，它就是单纯很稳稳的，就是一把下场枪和训练枪。本频道由宝岛阵地边境战场现代战场场地提供，让对手完蛋就用 TBM BB 弹，说明栏以及置顶留言里面都有购买链接。好想破千赞啊！顺手按个赞，让你人生变灿烂。都会害羞的。拍谁第一次啊？我第一次这样子被拍啊。那个开头的话，意大利的衣服，德国的帽子，枪幸好不是台湾的，可是我戴宾拉顿手表，不是 AK。那我的话，大家都叫我叶师傅，或者是叫我妹之外，被叫叶师傅这个我也蛮意外，因为我上完极光之后，同梯的朋友还有学弟妹突然叫我师傅这样子。学生时代的时候，我都是跟社团去打。那到后期读大四和硕班的时候，有接触的社会枪队比较多是 Hitman。那接下来介绍我的枪吗？那这把是 KW Mega。那它从大一陪到现在，现在已经6年快7年了吧。那时候会收这把枪是因为我想要玩 GBB， 当时比较稳定的系统就是只有 KW 或马鲁这2个选择，因为穷学生嘛，所以我就没钱，所以就收了 KW， 但是收2手。那时候蛮赚的是，它内购那时候很新，然后他也送了我这个真品的握把，那时候才买6000多块，我觉得蛮值的。那上面看一下这边我做改装的话，我就只有把它的那个火帽换成是这种 Surefire 的弹夹的话，那时候弹夹它附的弹夹是这个，已经没有超到成这样，因为刚接触生存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预算去玩。枪就跟车一样，你要有很多的配套措施来让你去进行活动嘛，像车子你要有保险，有停车位，你用车才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案嘛。像你在玩枪一样，你要有多数的弹夹和你的人生装备，那才可以支持你去玩生存游戏。刚开始玩生存的时候，我是只有1枪1夹，那时候打一打之后，可能就没弹嘛，那就当场就直接拿那个停弹器直接灌弹。所以那时候下场的时候，我就走人生装备，就走枪，然后和我的腰带，然后1夹。那这把枪那时候刚下场超准的，它40发打完，基本上出落落在115到120之间。只是过了6年摧残，你也看到，就表面已经变这样子。它枪器的话，看起来也是蛮有年纪的。我后来是决定要带这把枪跟大家介绍，是因为第一是它是我主要的下场枪。下场枪对我来讲，就是我第一是我要轻，下场没有必要的东西，我就会把它摘掉。像我是平日战的话，那就是单纯就这样子而已。我可能连这个消音器都不会加。它虽然说重也不重，可是你装在枪口上，你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它的重量。对，所以下场的时候，如果我不想那么累，我就会选择不装消音器。当我在做下场或者我在做训练的话，我觉得第一个要买的人生装备就是背带，枪背带。像这背带它是法老真品的枪背带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我想说，确实你的枪觉得值多少钱，那就买多少背带。那瞄具的话，我是选择这个维特的红点，选的原因也是因为便宜。然后那时候想说，要不要再特别装个保护镜？保护镜下了3场之后它就掉了，然后之后镜子被打到，也没破，那就继续用，也不用装保护镜，然后就一直陪我到现在。接下来是你可以看到我这把枪，它有装一个很酷的这个 Believer， 它可以让我就是透过单手就把我枪机后钉到后面，单手就整个释放枪机。那个时候呢，他走真品有出，仿品还没卖，所以那时候就花了蛮多荷包去买这个 Believer， 因为我想说可以跟暴龙哥一样酷。然后买了之后训练一下，就去拍社团的招生影片。对，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东海生存的社团影片。后来我是觉得，确实，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枪机和你的网球拍寿命长一点的话，还是用拉的方式，这样附近它的寿命会比较长。瞄具、火帽，然后 Believer 之外，那我这个手挡，那我觉得它也蛮耐用的。然后那时候它原本是 M Lock， 然后就硬是把那个 Kimo 的螺丝锁上，可以固定，那就这样。那后面这个 CTR 拖，我觉得在打生存的时候，我试过很多拖，可是到最后为什么选择 CTR 拖？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最不会卡背带的一个拖。像 SB 拖或是直角这种，有的时候你在做左手切换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时时卡住你的枪背带，那就是比较讨厌的地方。你在训练的时候可以用不便你操作的配件做训练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不错的那个体验，它可以修正你在射击上的错误。只是当你在下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那些风险降
降到最低，所以后来我选择下场的时候就直接一律都配 CTR， 绝对不会出问题。然后 CTR 托，其实这 CTR 托当时是卖家他直接付给我，那我记得好像是 PTS 的复刻托，它就是蛮贴心的，它是直接加这个真品的软垫，所以让你在做枪械操作上是蛮舒服。因为当你是瘦皮猴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在做出枪的时候，它这个枪托其实打到你的锁骨是真的会蛮痛的。对，所以当时是提供一个蛮好的保护，可是也只有真品才会这么 Q 啊，那我是蛮感激那个卖家愿意把这把枪卖给我，就复刻的托真品的软垫和真品的握把。对，那时候因为他卖我枪的时候他迟到，他要迟到半小时吧，就说这握把忘记拆没关系，就送你。那后面这个 Maple 的手柄的话，里面的话主要就是放 KW 调 hub 的工具，然后调瞄具的工具，它通常还是放一颗电池啊。那个电池我拿去给我的那个 MP9 放了，所以现在找不到之后再买。扳机的话，我是改那个战狼 CNC 的这个样式。垂直扳机会让你在射击体验上有一个蛮大的提升。那时候是看暴龙哥影片，想说，我要买那个 Geisty 那个后面是三角形，然后也是垂直的那个扳机。那个可惜那个 KW 它套件没有出，所以就买这个暴龙哥也推荐的 CNC 样式战狼出的这一款扳机这样。然后保险的话，我是买 PDS 的双边保险。然后为什么我就看到为什么这把枪它为什么会是银色的？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先请我的那个朋友帮我保管一个暑假，那暑假我就回我老家这样。然后回来的时候，因为他这把枪就你也知道我们东海那边速度比较高嘛，然后我那个枪带和那个枪就直接发霉，然后 KW7面直接起泡。那我现在想一想。那就把它抛光吧，所以画3阴3阴，然后把它抛成银色，然后这样也是有一个洗面感觉。那这边为什么会贴一个 Surefire 是被抛完之后放在这边 PT 这样被抛掉嘛？太素了，然后就 MOA 的时候就有拿到 Surefire 的贴纸，把它贴上去，这样就好看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第一个加的是这个 BCN 的 QD 扣，就扣具和背带，我个人会选择真的建议就是用真品的。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们会发现，为什么奇怪我这边绑一条线？对，其实这条线，假如说我这时候我要检查一下我的枪机嘛，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习惯这样子做检查，因为我可以同时检查我枪机和检查我的火控。但如果说有些人是比较懒他可能就是单纯解除下面那个拼针的话，他就这样直接把我的上枪身翻下去，翻下去有时候你的下枪身这个虎口会跟你的护目做接触嘛，有些人可能就很用力的放下去，然后可能这边就下面或上面就有痕迹。那这一条带子它主要是可以像这样子。就它在中间当一个缓和剂，你是觉得一个很便宜的方案，对，可能有些人不会 care， 是我其实有点 care 啦。然后再来就是这条背带，我觉得法老背带是最好用的背带，只是同时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是有一个金属件，它的金属件其实蛮大的，所以它是会刮你的枪身。如果你是这把枪，你不想让它的漆面受损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要买 Blue Flow Skills 那一种，就完全都只有塑胶、聚酯纤维的材质制作的背带，只是它也是有缺点。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把背带这边你再加一个收束套，这样你要调整的时候收束套拉起来，就可以做背带调整。对，然后调整完之后再收束套用起来，它就保证不会刮你枪身。然后这边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会用 QD 扣，然后再配 HK 钩的方式，因为当时想说 HK 钩它有个优点就是说，它这样子这个钩到这个洞，它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个单点式的背带。我让这个背带在其他枪支做切换的时候，那就比较快速，然后也是一个便宜的方案。那同时我要在勾在我枪上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是可以买那种 Maple 出那个作为一个扣点的那个，只是后来没有，还是选择 QD 扣，因为我另外一个背带我就是用 QD 扣，所以就是折中的用这个方案。只是有缺点嘛，有它就是蛮吵的，对。然后再来就是这是早期的 HK 钩，所以它这个肉是没有加厚，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脱钩的几率在。然后这把枪的拉柄的话，我原本是改那个Radiant 的拉柄，对。你会发现为什么这边它那个另外一边它这个pin针不见了？我是因为有时候打一打，然后它那个 C 型销掉了。那我也是比较客家，那就直接拿那个螺丝钉，然后旁边剪花，然后一直把它干进去，然后修边的，这样就搞定。然后它反而超稳的这样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把枪基本上没有什么花拳绣腿的地方，它就是单纯很稳稳的，就是一把下场枪和训练枪。只是下场枪我是觉得真的就是重量减到最轻，就是上面配的东西就是单纯你下场用的就好了。那如果说你是训练用的枪的话，那就尽量把你的枪变成圣诞树，越重越好。
对你的射击姿势和击耐力都是一个蛮大的提升。然后护路螺丝你发现少好几个，对，那是因为 KW 它的 hop 对不对？有时候可能打一打，然后它那个钢片可能需要做调整，那我是需要把整个枪管拆下来。那拆枪管的时候，我又需要拆护木。它本身它公差做得不错，它是光我把护木斗到我的上枪身上，它就已经可以很稳定的，它基本上护木不会动。后来我想说，那我就懒，那我就单纯就锁3颗螺丝，这就搞定。通常我会这样搞，另外原因是因为通常我护木上面也是不会装东西，我会装的话顶多就是装一颗X300的枪灯。各位有兴趣要收枪灯的话，最先收可能就先收X300，因为它是真品里面也算是比较便宜的，然后流明数又偏高，可以提供你们蛮不错照明效果的一颗灯具。那放前面它确实是蛮大的优点啊，因为你就左右手你都可以按这个灯。只是它有个缺点，就是说在夜战的时候，你看到灯在哪边，下意识当然就是直接往灯的方向打嘛。所以你这样子在做开枪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有一点几率，就是人家要直接打在你的头上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为什么有些人在打夜战的时候会选择把枪灯放在枪的右侧，这样子他的下意识是会往灯的地方打，所以就会避免就是直接打在我头上。如果我要放在右侧的话，那我就会改一下这个枪灯的开关机构，我就会换成这个，然后接到我的枪灯上，然后再放一条鼠尾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接到我护木上，那我也一样可以是去做枪灯的使用。哦，然后这防尘盖啊，我是那个改 HK46防尘盖，因为它是塑胶的，它比较不会伤我的枪身。然后那时候其实刚入坑的时候啊，我那时候想说减轻我枪的重量，所以我就买了一根卡梦管，它枪管是用碳纤维做，可是后来为什么又把枪管换回来？因为其实我对仿真上面我是有一点点要求，因为卡梦管装上去它是不能装导气座的，所以后来我就忍痛放弃那根卡梦管，然后又换回原本的这个原厂管这样。内购部分有改的地方，内管的话我是换枫叶的短管，那 hop 的地方基本上我都是用原厂的 hop， 就是后面 Radiant 出的那一款hop 调整环，它早期 Mega 和 Evo 出的调整环是铝的，所以它会被你的 hop 调整器转烂。可是后来它 Radiant 它要改成是用钢做它的调整环，那它那个就不会再转烂，然后效果我觉得也不错。唯一有改就是它那个 hop 的调整钢片。然后还有它的 hub 皮，因为 hub 皮是小 hub 皮哦，对。然后 KW 胶夹有一个蛮酷的地方是，其实你可以把那个里面的内胆抽出来，单纯留胶夹的这个外壳，对。那其实你在训练上就很好用，有时候你要做 reloading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放心的直接把你的弹夹丢到地上去，然后拿一颗新的插上来。哦，你就可以继续做操作，对你也不会心痛的说，弹夹摔地上。虽然我在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直接弹夹摔地上，对。可是你在室内硬地板上的话，这样子做操作是比较放心的一个选择。有问题的话可以那个电话 IG 看是吧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有问题的话可以欢迎来红星看会不会看到我，你就可以问我。我蛮常来红星串门子的，对。尤其现在是刚毕业刚当完兵，所以来找工作，也蛮闲的，对。然后记得订阅黄飘汽车人的频道，小铃铛要按下去，好吗？然后要参加这个系列就写讯息给黄飘汽车人，不然就是来红星直接跟他讲，对。可是本次还是感谢那个气枪人的邀请，过来上这个节目，耶，拜拜。